系统充能完毕，小爷我就能在这个时代彻底躺平了。掌柜的，弄2个下酒菜。好嘞，马上来。赵老哥，那个姓林的最近生意也太好了，我店里的客人都被他抢光了。可不是嘛，我那条街上的熟客现在天天往他那儿跑。赵老哥，我听说那小子背后好像有人，要不要先摸摸底？我早就派人摸过了，那姓林的在这长安城里不过孤家寡人一个，毫无人脉背景。那赵老哥，您的意思是，明天带人去他店里要个说法，他识相的话还能给他留条活路，不识相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成，那就定好了，要那小子好看。蝗灾一事，你们还是没有应对之策吗？启禀陛下，蝗神降灾乃天人感应，如今陛下已颁布罪己诏，想必那蝗灾不日便会退去。是啊，陛下，罪己诏已感动上天，只需静候天时即可。够了！别拿那些虚无缥缈的鬼神之说来糊弄朕。昨日一位高人的话点醒了朕，那东西就是地里孵出来的长翅膀的虫子，跟苍蝇蚊子没什么区别。陛下，这天降蝗灾历来无法根除，不知陛下口中那位高人有何妙计？这是那位高人给的农药配方，喷在虫卵上能杀虫，不伤地，还能当肥料。农药？听都没听过，陛下莫要被骗了。是啊，陛下，蝗虫若是这般好治，何至于千年以来都束手无策？哼，朕知道你们不信。来人！今日，朕就当着你们的面验一验这农药的真假。这怎么可能？蝗虫真的被杀死了？哼，还不止如此。来人！你们都看好了，此药不仅能杀蝗虫，还能肥土，这简直是神物啊！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这药虽好，可蝗虫已经飞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庄稼被吃光吧？对啊，陛下，天下那么大，几百万亩田地，哪来那么多人手去喷洒？等药配好，庄稼早被吃光了。这法子只能救1亩3分地，救不了整个大唐啊！朕今天就让你们这帮井底之蛙见识见识，什么是通天之策。来人，传膳！传膳！陛下，这食盒中是何物？打开一看便知。这是蝗虫！陛下万万不可啊！此乃灾物，怎么能够食用呢？陛下三思，此物绝对吃不得啊！陛下三思。谁说吃不得？杜相，你示范一下给这群孤陋寡闻的东西看看。臣遵旨。杜大人，你疯了！你们懂个屁！这是人间美味。克明，你尝一口，你绝对不亏。克明向来沉稳，绝不会拿性命开玩笑。难道这东西真的能吃？
毫无腥膻之气，反倒有股奇异的肉香。现在还有谁觉得这蝗虫是不可触碰的天谴？陛下赐食，臣自当生吞活剥，以报国恩。竟真如房相所言，酥脆无比，毫无异味。是不是觉得朕让你们吃虫子很荒谬、很残暴？臣不敢，只是此等秽物实在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！你们整日满口天降责罚，朕问你们，蝗虫是不是从蛋里孵出来的？自然是。既然是虫卵孵化，为何不找到虫卵提前消灭？为何不让百姓多养鸡鸭去吃成虫？就因为你们这些人的无知，满口天人感应，误导天下百姓挨饿受灾。你们除了逼朕认错，还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良策？臣等愚钝，陛下圣明。陛下治蝗之策犹如拨云见日，臣恳请将今日之事记录史册，昭告天下，破除民间迷信。臣附议，此举定能让百姓群起效仿，蝗灾必解。准奏，即刻拟旨，将新册发往各州县。克明，你说那小子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些法子的？农药吃蝗虫，朕活了这么多年，竟从未想到过。陛下，小林掌柜其人臣也看不透。说他是个奇才吧，平日里懒懒散散；说他是个庸人吧，一开口又语出惊人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这等奇才，朕一定要收为己用。备车，换便装，朕现在就要去见他。陛下，天色已晚，要不要明日再？等不了了。万一那小子被哪个世家抢先拉拢过去，朕哭都来不及。快去准备。臣遵旨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藏着掖着？客官慢用，有事儿您叫我。几位火气这么大，不想吃饭也不用拿我这小店的桌椅撒气吧？林峰，少在这儿给我装糊涂！老子今天来找你是要个说法的。赵掌柜，都是生意人，你想要什么说法？你把我们客人都拉走了。伙计都闲得在门口抓苍蝇了，给我们酒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你说该不该给个说法？那依你的意思，这事儿你想怎么解决？哼，好说。从今日起，你把店铺90%的利润分给我们，我们便可相安无事。没错，想必剩下的1成也足够你在这京城存活了。90%？你们认真的？废话，赶紧的，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，懂不懂？机会？我看你们这纯粹是不讲道理，这种强盗要求，我是不可能答应的。几位请回吧，我还要做生意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可就别怪我们了。动手！还有多远？快了，陛下，过了这条街就到了。黄金、布帛、丝绸等物都带齐了吧？此等治世之才，朕一定要亲自重赏。报，杜大人，小弟有要事禀告。何事？速速到来。老杜，发生何事了？
陛下，暗处的探子传来消息，几个京城酒楼的掌柜正带着打手在小林掌柜的店铺里打砸威胁。你说什么？真是糊涂！这种人才你不派人保护他，万一出点闪失怎么办？臣知罪。加快速度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。谁若是敢动小林掌柜，朕诛了他的九族！小子，老子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个钱你交还是不交？交。好，真他娘的以为老子不敢动你是吧？今天我就把你这身骨头一寸寸敲碎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该死的，系统镜头怎么还不倒？难道小爷我今天真要折在这帮破林手里？放开他！谁在这瞎叫唤？想死是吧？这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？这位大人，小的是福满楼的掌柜，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啊！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在这里闹事？完了，这么厉害的大人物怎么会来给这小子撑腰？不会是因为我得罪了林峰吧？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饶命啊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林掌柜是大人您的朋友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滚！老杜，交给你处理了，不要留下隐患。微臣遵旨。小林掌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，多谢你了。不过老杜、老李，你们到底啥官啊？这排场够大的呀！林掌柜，其实这位是当今……老杜，别吓着林老弟。其实我也就是个在朝堂上跑腿的小官差，今天啊是托了你的福，才威放了这一把。托我的福？你献上那治荒灾的绝妙法子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陛下特命我带队前来重赏你。外面这排场是陛下给你的。嗨，吓我一跳！我就说嘛，老李，你平时来我这蹭饭都抠抠搜搜的，怎么可能突然一下就牛逼起来？这小子还不知道朕的身份，就已经如此反应。若是知道了，怕是在朕面前束手束脚。不如继续瞒着，看看他肚子里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。陛下英明。抬进来！林老弟，打开看看吧。林老弟，这些全都是陛下给你的赏赐。这全都是给我的。这至少是几千两金子吧？林峰这小子到底抱上了哪尊大佛？这何止是铁板，这是撞上南天门了！我得跑，赶紧跑！陛下敞亮。走，老李、老杜，里边请，咱们屋里喝茶。
地方乱了点，老李、老杜，你俩先将就着。林老弟，你也看到了，这长安城里牛鬼蛇神多的是。你虽有大才，但若只是在这开个小店，怕是委屈了你的才华。林老弟，不瞒你说，圣上因为你那治皇的法子，对你可是欣赏的紧。临行前特意交代我问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入朝为官？今年秋闱在即，你要是肯参加科举，博个功名，简直如探囊取物。当官？不去不去。为何？这不是无数文人的终极梦想吗？老李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当今这科举，早就名存实亡了。我懒得去。林掌柜，科举乃是国之大计，慎言。林峰，这选官盛典，在你眼里怎么就成了笑话了？得，就知道你们这些吃皇粮的听不了真话。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给你俩这糊涂蛋开开眼。圣上的初心不错，想借科举之手敲碎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。可他高高坐在金銮殿上，哪里看得到这制度？早被那帮世家玩坏了。怎么个坏法？第一，名义上人人可考，可实际必须得有5品以上官员的举荐信。你告诉我，一个住在山沟里连肉都吃不上的寒门弟子，上哪儿去认识5品大官？这举荐是为了考察人品德行，防止作奸犯科之类混入朝堂。人品？老杜，你太天真了。就算你侥幸拿到了举荐，进了朝堂，90%位置都被世家占了，寒门子弟进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一派胡言！朝廷选贤任人，岂会如此任人唯亲？别急，还有第3。现在的考题除了诗词歌赋就是风花雪月，这招的是能治国理民的官，还是招去陪皇帝吟诗作叹的才子？那些人五谷不分，四季不明，让他们去管理一方百姓，那不是让百姓等死吗？这世家子弟岂敢如此欺君？他们就不怕圣上的雷霆之怒吗？哼，欺君？老李，他们瞒天过海的本事大着呢，你以为这种事离你很远？小二，你过来。来，老李，你看看他，这小子寒窗苦读10年，不仅4书5经倒背如流，连各地的农时利弊都门清。去年的秋闱，他考了全县第1，名动乡里。可结果呢？回这位爷的话，小人当初拿着成绩单去县衙求举荐，那县太爷连门都没让小人进。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没根脚的泥腿子，就算考了头名，也挡不住人家尚书大人的远房亲戚。最后是那个连名字都写不全的富家公子拿了举荐信，高中举人。你说什么？调换名额？这在地方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。尸位纳残的蛀虫，好大的胆子！这群尸位撒残的蛀虫，好大的胆子！李兄，冷静，冷静啊！朕苦心孤诣经营的科举，竟然成了世家藏污纳垢的后花园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这一巴掌扇得朕脸好疼！老李，你这反应也太大了吧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那个被骗的皇上呢。我这是嫉恶如仇，看到这等不公之事，心如刀绞。行了，消消火，这大唐的水深着呢，你一个小官差管不了那么多。来，喝酒。管不了，这大唐是朕的，既然有人敢坏朕的规矩，朕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天威难测。林老弟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也该回皇宫向陛下复命了。差点忘了你还在当值呢，去吧，别让皇帝老儿等急了。陛下，为何今日走得如此匆匆？可是生了小林长官的气？朕生他什么气？朕是急着回宫去查一查历年的科举卷宗，朕倒要看看这科举是不是真如林峰所言，已经烂到了根系里。这经义写得一塌糊涂，这草包居然也能中进士！这个张德茂是谁举荐的？回陛下，是礼部王侍郎举荐的。这名考生乃是太原王氏的旁支。那这篇呢？狗屁不通，连字都没写端正，居然也中了榜首。这又是谁的人？这是吏部赵尚书举荐的李承恩，乃陇西李氏的远亲。荒唐！
朕苦心设立的科举，竟然真成了他们世家大族3人的后花园。那个林峰明明是个从未入朝的平民，却能一眼看穿科举的机弊，洞若观火。反观朕，难道朕的科举真就一无是处？朕不信邪。老杜，你过来看，这2篇文章文理皆通，字字珠金，这才是朕要的人才。谁说朕的科举选不出人？陛下，这2份绝佳的卷宗上署的名字，正是刚才那2个草包张德茂和李承恩啊！说什么？不对，这字迹与他们平时的笔墨完全不同。你看这糊名之处，有明显的刮擦痕迹。陛下，这2人的科举试卷是被调包过的。无法无天！这群世家之人连科举试卷都敢动手脚，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？老杜，你立刻去给朕彻查背后到底牵扯了哪些主考和官员，臣遵旨。还有，明日早朝把张德茂和李承安给朕带上太极殿，朕要亲自考教他们。若答不上来，当年所有参与考试的官员，朕要拿他们的脑袋来祭科举。朕让你们办科举，是为了公平公正地选拔有才之人，替朕治理天下。可杨凤因为把科举办成了什么样子？陛下息怒，臣等一直尽心尽力筹办科举，实在未曾有半点阳奉阴违啊。是吗？朕昨日偶遇一位奇人，他告诉朕，这科举早已名存实亡。陛下，此人定是在妖言惑众，这是欺君之罪，当诛。哦，那不妨你们听朕说完。王侍郎，朕今天就指明你来回答。你若敢骗朕，欺君之罪是什么后果，你应当知晓。臣遵旨。第1条，科举要5品以上官员举荐，寒门子弟连门都摸不着，此话是真是假？是真的。好，那接着第2条，朝堂之上9成都是你们世家的人，是真是假？是真的。第3条，科举只管录取，不管审查，只考诗词义赋，五谷不分、四季不明的废物也能当官，是真是假？是真的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们全都在合伙骗朕！陛下息怒，陛下冤枉。虽然举荐制度确实存在一些瑕疵，但这些年还是给陛下带来了不少栋梁之才啊！对，陛下您看，去年的状元张德茂那文章写得极好，还有前年的李承恩诗词冠绝京城啊！陛下，朕昨晚不眠不休看了一整晚的科举卷宗，张德茂那文章狗屁不通，那个李承安的诗词全是抄袭之作，而他们全是靠你们举荐才中的。你们管这叫人才？好，既然你们觉得举荐制度没问题，那就传朕旨意，宣张德茂、李承恩上殿。朕今日就要在这太极殿上当场考考这2个大才子。林峰，你这把火点得好，朕今日就要借你之手，把这朝堂上的毒瘤连根拔起。微臣张德茂叩见陛下，微臣李承恩叩见陛下。既然2位都是百官口中的国之栋梁，朕今日就考考你们。张德茂，朕问你，关中去年收了多少担粮食？每亩地该征多少税？一个村又该出多少徭役？回陛下，关中粮食大概有几万担，税收按人口。大概，这就是你的实务。连赋税徭役都不懂，你拿什么去治理一方？
李承恩，朕来问你，村里两家争夺地界，你该怎么判？偷牛的毛贼是不是一律打50大板？若是遇到灾荒，百姓交不起粮，这粮食该催还是该还？回陛下，地界之争当以和为贵，让他们各自退让一步。偷牛者不敬农事，自然是重罚。至于灾荒交不上粮，国库空虚，自然是该催及其欠款，以充国库。好一个以和为贵，好一个该催，满嘴狗屁不通的废话，这就是你们这帮大臣给朕举荐的饱学之士。王侍郎，赵尚书。你们给朕好好解释解释。陛下息怒，张德茂的文章确实写得花团锦簇，臣只是负责举荐他的文采，他答不上实物，臣实在不知情啊。臣也一样啊，陛下。不知道，朕看你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是你们勾结考官调包试卷，把别人的文章换成了张德茂和李承恩的名字，致使真正的有才之士名落孙山，这是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肯定是有人陷害微臣啊！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杜如晦，把证据拿出来。贞观26年，礼部王侍郎收受张家纹银5000两，指使考官将张德茂的试卷与落笔举子赵某的试卷当场调包。贞观27年，吏部赵尚书收受李家黄金100两，指使考官将李承恩的试卷与落笔举上孙某的试卷调包。涉案考官共计7人，名单在此，证据确凿。欺上瞒下，祸乱朝纲。来人，将这2人拖下去，满门抄斩。陛下饶命！饶命啊！陛下！陛下开恩呐！朕最后问一遍，还有谁反对朕废除举荐，创建新科举？没人反对，那朕宣布，从今日起，大唐科举全面改革。第一，即刻取消5品以上官员举荐制，凡我大唐学子不分门第，皆可自行报考。第二，废除单一师傅取士，增加明算、民法、农政等实用科目。第三，兵部筹备增撤武举，为我大唐选拔统军将才。第四，所有及第学子殿试由朕亲自把关，谁敢再搞调包试卷的勾当，王、赵2人就是你们的榜样。陛下圣明，此举开万世之太平，臣等领命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如今科举新政已定，这源头都在那位林掌柜身上。您看，要不要再给林掌柜赏赐点什么？赏，当然要赏。这小子一席话，替朕拔掉了朝堂上最大的烂疮。准备准备，咱现在就去。是，不过陛下，长孙皇后托臣跟您说，她听说了林掌柜的事儿，对林掌柜的美食很是好奇，让臣问您能否同行去见识见识。朕倒忘了观音罡甚是喜爱美食了，便带他一起去一趟吧。还有，那几大世家吃了这么亏，肯定会查到林峰头上。你暗中派一队精锐御林卫，暗中护他周全。若是有人敢去闹事，不必请示，直接给朕拿下。臣领命。林峰啊，林峰，朕已经为你搭好了台子，你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治国安邦的奇谋？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啊！陛下，这就是您说的那奇人之殿，看上去过富寒孙了吧？哈哈，观音宝，你懂什么？
这才叫大隐隐于市。来吧，朕带你尝尝林峰那小子的手艺。哟，老李，可以啊！几天不见，从哪儿拐来这么漂亮的夫人？林老弟，这位确实是内子。林掌柜说话果然风趣，难怪我家夫君总往你这儿跑。原来是嫂子，快坐。老李，今天必须整几个硬菜，不能怠慢了嫂子。嫂子，我跟你说，老李这人抠门的很，每次来我这儿都是蹭吃蹭喝。你在家可得把财政大权握紧了，多管管他。哦，还有这等事，陛下。夫君，林掌柜说的可是真的？林老弟，你这就冤枉好人了。我什么时候少过你的酒钱？外酥里嫩，满口异香。林掌柜，这手艺果真不凡。那必须的，全大唐独一份。林老弟，上次你提的科举那些弊端，当今圣上已经听到了。朝廷最近雷厉风行，已经废了举荐制。这不，圣上觉得你立了大功，又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。我操，又来！林老弟，先别管那些。圣上虽改了制度，但总觉得落实下去还有些空缺，不知你能不能再给提点几句，我也好回去邀功。老李，你还不算笨，这改革虽好，但你们忘了最根本的一点：寒门子弟连字都不认识多个，他们拿什么跟世家拼？那该如何是好？办学堂，可那需要海量的银钱。大唐国库如今为了赈灾，已是捉襟见肘，哪有财力支撑全国兴学？思路打开点。第一，地方不够，就把各地的庙宇祠堂腾出空房来改。第二，没钱买纸笔，就在院子里铺上沙盘，一人一根小木棍，在沙堆上练字。第三，没先生，让那些有功名在身却没学位的秀才去教，免他们的杂税。妙啊！沙盘代纸，祠堂为市，这简直是神来之手，大唐寒门有救了！林老弟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鸡糟物六，赶紧吃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该死，此等奇才，若只让他开个饭馆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朕不论用什么法子，一定要让他入朝。林掌柜，你有这般惊天畏地的大才，就这么窝在这家小店里，岂不可惜了？哎呦，李夫人，怎么老李老杜劝完，现在又轮到你来劝了？再说了，当官有什么好的？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干得好遭同僚嫉妒暗算，干得不好要挨上司骂，我图什么呀？哼！朝堂正值用人之际，而且难道你就没想过光宗耀祖、青史留名？还青史留名，更惨。这怎么说？留名青史就是被人研究来研究去，指不定过个几百年，连坟头都要被后人刨开，拿去展览收门票呢。嘿嘿，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赚点小钱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过神仙般的潇洒日子。罢了罢了，人各有志，今日就不强求你了。林掌柜的手艺和见力，今日真是令我大开眼界，告辞了。李夫人慢走啊，老李老杜，下次记得带钱再来，别老想白嫖。陛下，此人虽口无遮拦，行事乖张，但句句切中要害，当真是个难得的奇才。朕自然知道，朕一定要让他心甘情愿地入朝为官，为朕所用。陛下所言极是，三顾茅庐方显诚意，一次不成便两次。咱们来的次数多了，老臣就不信他林峰能一直不心动。唉，终于把这几个官迷忽悠走了，想骗我去打工，没门儿。充能完成，彪悍人生系统正式激活。哈哈哈，整整1个月啊！老子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系统商城已同步开启，宿主可通过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或解决关键事件获取系统积分。
积分可在商城中兑换各类技能、物品及特权，累计足够积分，还可解锁终极躺平特权。具体内容待解锁。此外，宿主每次成功完成任务或解决事件，系统将根据事件难度奖励宿主属性点。属性点可用于提升以下5项属性：智力、体力、精神力、感知、亲和力。属性提升后，宿主将获得永久性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增强。长属性还能永久增强。就是说，小爷我会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能打，越来越有魅力。积分攒够了，还能换终极躺平。新手任务已发布，任务内容：入朝为官，请宿主在7天内获得大唐朝廷正规官职。任务奖励：系统积分乘100，属性点乘5。宿主后续解决各类事件危机，系统将根据事件影响力自动结算积分与属性点。啥？入朝为官？狗系统，你玩我是吧？老子刚才还在老李面前大放厥词，说打死都不当官。这下好了，话音还没落呢，你就逼我去当官，这脸打得也太快了吧！可是老李已经被我赶走了，我现在去求他，他还肯收我吗？天哪，我造孽呀！怎么办？只有7天时间，科举1年才一次，等考完黄花菜都凉透了。至于其他路子，我一个外地来的厨子，上哪弄官去？难不成真要去求老李？可是我刚才把话说的那么满，现在去求他们，这脸还要不要了？要脸干什么？也能换神秘大礼包吗？干了！老李，老李，车下留人！林掌柜，你怎么追来了？老李，那个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刚才在店里说的那个当官的事儿，咱们还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这小子刚才还一副视功名如粪土的硬骨头模样，怎么才一转眼的功夫到自己贴上来了？有意思哦。怎么想通了？不想着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心了？想通了，彻底想通了。我想试试看看有没有机会青史留名。可你连科举都没参加过，刚才不还说科举名存实亡吗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我确实没参加过科举，但老李你不是路子广吗？你看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小官当当？林掌柜，这入朝为官可不是儿戏，朝廷的官职岂是说给就给的？老杜，你们刚才可是说有门路的，帮帮忙，以后你们来我店里吃饭，永远免单。这事儿嘛，入朝为官不是小事，你先回去等消息，有了眉目，我让老杜去找你。多谢了，老李，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，赴汤蹈火啊！7天啊，老李，兄弟可全指望你了。林掌柜，当官的事儿办妥了，现在就跟我进宫面圣。啥？昨晚说的事儿这就妥了？老李这路子也太野了吧！李大人在朝中人脉极广，这不算什么。快些走吧，莫要误了时辰。我要见皇帝啊！那当然，入朝当官哪能不见陛下？林掌柜，我可得嘱咐你一句，见了陛下千万收起你那随性的脾气，不可再口无遮拦了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老李，你到底多大官啊？连入宫面圣这种事儿都能随便安排？你该不会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吧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说起来，你想当个什么官？我操！想当什么官还能自己说了算？老李，你这权力也太大了吧？那自己人不说暗话，我肯定想当大官啊，最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种。不过老李，你也别太有压力，尽力而为就行。你要是真安排不了大官，给我弄个闲差小官，我也没啥问题。这小子竟觉得陛下实力不行，待会儿有你惊掉下巴的时候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尽力给你安排。
老杜，这气氛怎么这么吓人？咱们是不是得站在这儿等皇帝来？陛下到！臣等叩见陛下。哎，老李，你疯了，快回来！众爱卿平身。陛下有旨，宣林峰进殿。林掌柜，别愣着了，快给陛下行礼！曹民，不，陈林峰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林爱卿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完了，老杜站那儿跟个定海神针似的，真是宰相啊！那我以前拍老李的肩膀，还说他抠门抗压能力差，我是不是该选个风水好点的乱葬谋了？杜相今日竟然亲自去接这小子，这到底是哪家的公子？哼，看那缩手缩脚的样，哪像什么名门之后？杜相，还真是宰相！老天爷，你玩我呢？林峰，没想到吧？朕就是这大唐的皇帝。回陛下，确实真没想到，陛下英姿勃发，龙气护体，臣之前真是瞎了狗眼，没认出真龙天子。老李这笑声怎么听着瘆得慌？他该不会是想先把我捧高，然后再治我一个藐视君王之罪，把我拉出去剁了吧？众爱卿，朕今日要为你们介绍一位奇人。此人虽不在朝堂，却洞察天下大事。日前那神乎其神的治汪之法，以及让儿革汗颜的科举改革策，皆是出自林方之手。陛下，这位小友便是那位高人。陛下，治皇或许是巧合，但科举乃国之根本。这小子毛都没长出，怎敢妄议国策？林峰所献之策，解了关内几十万百姓的饥荒，更是为朕指明了选贤任能的新路，岂容尔等智慧？传朕旨意，林峰献策有功，德才兼备，封林峰为御史中丞，赐4品官衔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御史中丞乃朝廷重臣，监察百官，位列4品。此人从未入朝，凭什么一跃登天？是啊，陛下，臣寒窗苦读30年，入仕20载才熬到今日之位。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凭什么？林峰，本官问你，你祖上何人？师从哪位大儒？之前在何处任职？立过什么功名？回这位老大人，我祖上全是没师从事过出什么大儒。至于功名，我没参加过科举。昨天以前，我还在长安大街上开小饭馆呢。陛下，您听听，他一个满身油烟味的厨子，就要管起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官员来了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。够了！尔等只看到他是个厨子，却看不到他治皇的绩效，看不到他改革科举的深谋远虑。朕问你们，若无林峰，关内道几十万百姓的活路在哪儿？你们谁能比得过他？陛下，微臣认为，既然林大人身怀大才，不如就由事实说话。如今西北大旱颗粒无收，朝廷拨了数批不见成效。若林大人能当场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，臣等便心服口服。赈灾可不是做菜，他一个开馆子的，怕是连地图都看不懂吧？不错，他要是能说出3句关于民政的话来，都算我输。西北赈灾，这帮老狐狸果然给我挖坑，我上哪儿懂？丁，新手任务入朝为官已完成，奖励系统积分乘100，属性点乘5已到账，当前积分余额100。5点属性点得赶紧分配一下，智力先加3点，解决赈灾方案得靠脑子，亲和力加2点，等会儿说服这些大臣用得着。丁，属性分配完成，智力加3，亲和力加2，当前属性智力83，体力70，精神力65，感知68，亲和力72，剩余属性点0。对了，商城，我还得从商城里找点能应付眼前局面的东西。水利工程就是这个。消耗系统积分乘80，兑换水利工程实务手册成功，剩余积分20。既然各位大人这么想看我露一手，那这赈灾的难题怎么降？好，既然林大人如此有底气，那臣等就洗耳恭听您的赈灾高见。这小子平时虽然聪明，但这可是涉及几十万百姓生死的赈灾大局，若答不上来，朕今日想保他也难了。借笔墨一用。
赈灾之策说穿了无非4个字：开源节流。哼，老夫还当有什么奇策？这开源节流4个字，3岁小孩都懂。先说开源，从江南调粮，沿水路一路北上，行至汴州后，分3路陆运，沿途每100里设粮仓。你们看，这是路线图和各处粮仓的调配节点。这路线画的也太精准了吧，简直堪比朝廷堪舆出的最精细的地图。他一个没当过官的人怎么会知道？江南到汴州走水路，汴州到关中分3路陆运，既省时又省力。最离谱的是，他居然走了一条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超近路水道。开源说完了，再说节流。粮食运下去了，怎么保证不被底下的人贪没？很简单，派钦差。朝廷自有法度，自然是派钦差巡视，这算什么新鲜主意？我说的钦差是同时派3批钦差暗访，这3批钦差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分3条路下去，最后把情报汇拢对账。只要有一处对不上，就说明底下的官员有问题。凡查实有克扣赈灾粮者，不论官职大小，先斩后奏。 3批钦差互不知情，这法子也太绝了，想瞒根本瞒不住啊！最后，大家看看这张简易水车草图，这水车不需要铁器，全用木头和竹子就能做，成本不到1贯钱，随便一个农户自己就能做，安置在河流边，水流带动水车，水就自动流到干旱的田里了。这水车精巧至极，竟只有巴掌大小的模型，农户自己便可就地取材制作。要是推广开，西北旱情能缓解1大半啊！这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东西。林大人大才！大人，这人好像真有2下子。闭嘴！诸位大人，开源节流，防腐治本，我这厨子的方子，诸位觉得还能入眼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开源节流，好一个以工代赈。林峰，你真是不给朕的这些老臣留半点面子。现在还有谁不服？还有谁觉得朕封的这位御史中丞德不配位？臣等心服口服，陛下圣明，林大人圣明。好。 传朕旨意，封林峰为御史中丞，赐4品衔，即刻生效。臣领旨。朕宣布，此次西北赈灾由林峰主导，户部全力配合，所有钱粮调度需经林峰签字才可放行。臣领旨。退朝。丁，宿主成功解决赈灾考验事件，获得系统积分乘150属性点8，当前积分余额170。8点数字加什么？体力得跟上，以后到处跑差事不能累趴下，感知也得加，察言观色少吃亏。丁，属性分配完成，体力加4，感知加4，当前属性智力83，体力74，精神力65，感知72，亲和力72，剩余属性点0。170分，8点属性，花80积分换水利手册，净赚90积分，还白得13点属性提升，这买卖划算。照这个速度攒下去，离躺平变强的日子不远了。 真没想到，我林峰也有当上4品大官的一天。老李啊，老李，你这大腿够粗。林大人，且慢。哟，老杜，不对，杜相，您这走路都没声的，吓我一跳。林大人，陛下今日强压众议，封你为忠丞，是对你寄予了厚望。但你须知，这朝堂之上，世家根深蒂固，那些人被你断了财路和名位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从今往后， 你自己务必万分小心。杜相放心，我明白。林大人，请留步，陛下在御书房召见。林峰，你果然没让朕失望。今日在殿上那番开源节水的宏论，真让朕出了一口恶气。陛下过奖了，这都是陛下抬爱。哈哈哈哈哈！行了行了，这儿没外人，坐，跟以前在店里一样就行。
老李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要是回头治我个大不敬，我可不认。哈哈哈哈，这才对嘛，老李，这称呼朕听着亲切。玩笑归玩笑，林峰，你今日的表现朕很满意，但大唐的烂摊子可不止一个，除了西北旱灾，关中草场的事也让朕头疼不已。老李，你指的是？关中草场连年退化，土地荒萎，牛羊大批病死。户部说是工部水利不修，工部说是户部管换不力。如今百姓日子苦不堪言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畜牧养殖手册，我记得商城这东西60积分就能换。消耗系统积分乘60，兑换畜牧养殖手册成功，剩余积分110。这事儿听起来悬，其实不难，我能解决，但我得亲自去关中实地走一趟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这事儿朕明日就在朝堂上公开提出来，到时候那帮老臣肯定会顺水推舟，把这个烫手山芋踢给你。林峰，你给朕句准话，你真有把握？别到时候在关中栽了跟头，朕想保你都难。老李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我林峰经手的地儿，草能长3尺高，羊能长得像牛大。有志气，朕就在长安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其他的琐事都议完了，现在咱们来聊聊关中草场。这事已经搁置3年，难道我大唐满朝文武连个解决方案都拿不出来吗？陛下息怒，这草场退化乃是地力匮乏，牲畜生死更属农牧之事，实不在我工部职权范围之内啊。陛下，依臣之见，此乃天意。关中连年干旱，上天降罚，非人力可逆啊。天意，推给天意就万事大吉了。户部推给工部，工部推给礼部，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是来这太极殿上踢皮球的吗？陛下息怒，臣等确实愚钝，但咱们朝堂上不是新来了一位无所不能的林大人吗？是啊，林大人才高8斗，这区关中草场之事，想必也不在话下吧？这帮老狐狸斗不过我就想拿烂摊子坑我。还好老李昨天提前给我露了底。诸位大人，不用急着把这烫手的山芋往外扔。林大人这是何意？不瞒诸位，这关中草场退化、牛羊大批死亡之事，昨日陛下已在御书房与臣详细讲过，臣已经主动认领了此项差事。臣不日便将亲自前往关中草场实地考察，不出1月。定能拿出一套彻底解决关中畜牧危机的方案。1月，林大人，我们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，你1个月就能行？你们几年解决不了，那是你们无能，酒囊饭袋。一群土鳖，等小爷把现代畜牧技术搬出来，非把你们的脸再打肿一次不可。小二，把调料也带上点儿，这出门在外，总不能亏了胃。掌柜的，听说关中现在乱得很，咱们就这么去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林老弟，行李收拾的如何了？陛下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微服出行，叫老李即可。关中之事，满朝文武束手无策，这次真是要辛苦你了。老李放心，我说1个月解决，就绝对不拖到下个月。你有这份自信，朕很欣慰。不过关中地处偏远，灾情之下必有乱象。为了确保你的安全，朕特意给你配了一队精锐的御林军。末将奉旨，誓死护卫林大人周全。多谢陛下体恤。林峰，放手去干，只要你能救活关中的牲畜，
保住大唐的畜牧根基。等你平安归来之日，朕一定重重有赏。这就是关中草场，这哪里是沙化，这分明就是沙漠。老人家，我们是从长安来的过路客。这关中草场以前不是水草丰媚吗？怎么如今连一头牛羊都看不见了？还水草丰美？大旱连着好几个月没下一滴雨，草早就渴死了。加上前些年那些权贵大户拼命圈地养牛羊，草根都被啃了个精光，好好的地全变成了沙子啊！那也不至于一头牲畜都不剩吧？老天爷不给活路，又降下牛瘟、羊瘟，牲口死绝了。现在咱们全村上下，就只剩下村西头王瞎子家里的一头老耕牛了。全村明年开荒播种，全指望他续命呢。还好还有头牛，只要熬过这阵子，总能挺过去。挺不过去了！县太爷要过寿，为了讨好上面来的大官，非要吃什么新鲜牛肉，竟然派人来抢我们这最后一头救命牛！什么？宰杀耕牛，乃是大唐律法明令禁止的死罪。关老爷哪里管什么律法？在这关中，他们的话就是王法。走，带我去王瞎子家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百姓的救命牛！不要抢我们家的牛！爷爷，你醒醒啊！呸！这瞎老头真是穷得叮当响，屋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就这点破烂儿，还敢拦着老子牵牛，真他娘的找死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牛牵回去交差。把牛还给我，把爷爷还给我！你们这群坏人，还我爷爷！叫花子，给我滚开！再敢撒野，老子连你一块劈了！哪里来的野小子，敢管你爷爷的闲事？小妹妹，告诉哥哥，怎么回事？爷爷说，朝廷有令禁宰耕牛，死活不让他们把大黄牵走，他们就把爷爷打死了。他们牵牛干什么？他们说县太爷要过寿，上面的大人想吃牛肉，就到处抢牛。为了一口吃食，就强抢耕牛，草菅人命。大唐律法明文规定，杀人者死，私宰耕牛更是死罪。你们不知道吗？王法！呸！在这关中1亩3分地上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你算哪根葱？你这个傻官差，你死定了！回去告诉你们县太爷，杀人偿命，我待会儿就亲自去找他。好大的胆子！你给我等着，这混蛋谁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林大人动了杀心，待会儿怕是要出大事啊！陛下说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出手，先看着。别怕，待会儿我替你讨个公道。叔叔，你要小心，那些人很凶的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再凶也得讲王法。好一个为民做主的县衙，竟让百姓拒如蛇蝎！今日若不把这天捅破，我对不起关中的百姓。谁？
撤出县衙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就是那个杀了我关中县官差的狂徒！县太爷还没去找你麻烦，你反倒自己送上门了！你就是那个杀我手下的狂徒？你的人打死了一个无辜老人，抢了百姓的耕牛，难道不该杀吗？好大的狗胆！今天这人要杀也是本官来杀，轮不到你动手！给我上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！圣旨！放屁！关中草场的事，朝廷拖了几年都没个定论，这圣旨一定是假的。瞎了你的狗眼！玉宝金印在此，你也敢说是假的？我说它是假的，它就是假的！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今天谁拿下此人，赏银100两！御林军在此，谁敢动林大人一根汗毛，杀无赦！御林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陛下限我1个月解决关中畜牧危机，你倒好，私采耕牛，草菅人命。林大人，林爷爷饶了小人这一回吧。饶你？那被你们活活打死的无辜老人，谁来饶他？来人，把这狗官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你们敢！乡亲们，本官御史中丞林峰，奉当今圣上之命，特来关中查勘畜牧危机。从今日起，谁再敢欺压百姓鱼肉乡里，本官手里的刀绝不轻饶。这狗官就是下场。青天大老爷呀，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！叔叔，谢谢你。老人家，这个公道，我替你讨回来了。是时候动手了，就在这儿大干一场。大人，陛下只给1个月时间，连建猪圈带养猪，来得及吗？放心，1个月足够了。你去雇工匠修建猪圈，再买1批猪仔回来。是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整个关中县都买不到活蹦乱跳的猪崽儿，到处都在闹猪瘟，只剩下10几头染了猪瘟、快咽气的病猪了。病猪也行，全给我买下来。大人，猪瘟自古以来就没救过，买回来全得死手里啊！我自有打算，你只管去办就是。区区猪瘟算什么？几副中药就能搞定。又关中了，哎，林大人糊涂啊！这猪瘟根本治不好。林大人，老朽养了1辈子猪，就没见过得了猪瘟还能活的。听老朽一句劝，趁早烧了吧。赵伯，诸位乡亲，我自有妙计。小二，立刻去医馆给我准备生石灰金银花，还有连翘、板蓝根，还有蒲公英、黄芩，分量要足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
把这10几头病猪分开关进刚建好的抓栏里，每一个骤栏都要单独隔开。快，按大人说的做。把这些金银花连秋一起煮了，把药汤灌给病猪。大人，站起来了！老朽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见到猪瘟还能治好的。林大人乃神人也。这才刚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林大人，您这到底是使了什么仙法？这不是仙法，是医理。金银花、连翘、板蓝根，恰好能克制猪瘟病毒。生石会可以猎灭潜伏的病毒。可是老朽还有一事不明。大人奉朝廷之命来此畜牧，按理说该优先养牛羊，猪肉又腥又臊，那是贱户才吃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赵伯，这猪肉腥臊可怪不得猪，得怪你们养殖的方法不对，绝不能喂猪吃泔水烂菜，得喂酒脏、麸皮、豆饼，吃这些长大的猪，肉质白嫩，毫无腥味。这批猪按我的新法子养上半个月，刚好膘肥体壮，到时我亲自下熟，免费请大家伙吃猪肉，好不好吃，你们自己尝尝就知道了。半个月后就用一锅红烧肉，好好给你们这帮古人上上课。真的是半个月前那批快死的瘟猪？这要是拉到市实上去，价钱比普通的猪肉贵上1倍都不止。那是我家那头黑毛啊，半个月前它都口吐白沫，站不起来了。林大人，您非但把它救活了，还养得这般神气。今日半月之期已到，我说过要让大家尝尝这新法养出的猪肉，宰杀5头肥猪。养得好是一回事，可这猪肉终究是贱肉，又腥又臊。觉得猪肉难吃，那是你们以前的做法不对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今天不把你们馋哭算我输。我的亲娘啊，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香，太香了！大家别挤，排好队，见者有份儿。老朽活了70年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，入口即化，毫无腥味。丫丫，过来。林大人，在下是县里德胜楼的掌柜，这猪肉您必须卖给我。去！林大人，我是府城天香阁的，只要这猪肉能常年供应，我出2倍，不3倍市价，我出5倍。
这种肉运到长安去，那都是达官显贵抢着要的宝贝。诸位掌柜，先别急着竞价，尝尝看。别说了，这批出来的猪我全包了，10倍市价，当场结清。10倍？那我刚才嘴里这一口，岂不是值好几百文钱？这哪是养猪啊，这分明是养了一窝金猪啊！林大人，请受老朽一拜。赵伯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林大人，您不仅救了这猪，更是救了我们关中百姓的命啊！求大人赐下仙法，教我们养这金猪。求大人赐教，我们要跟着大人养猪。好，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林峰，那我就把这养猪致富的法子教给大伙儿。圈舍通风、饲料配比，还有防病防疫的要点，我都讲透了。只要按照我这新法子养，不出半年，家家户户都能吃上肉，赚上钱。林大人，真是活菩萨转世啊！大人，长安送来的急信。这老李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？还问我要不要再宽限几个月。去收拾行囊，把实验成果都带上，准备回京。林大人，您在路上吃。赵伯，诸位乡亲，东西你们留着自己补身体。只要大家把猪养好，日子过得红火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。出发。陛下，这都1个月了，林峰还未见人影，他怕是根本没完成任务，不敢回来了。是啊，陛下，延误期限，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。够了，都给朕肃静！陈林峰参见陛下。你竟真的回来了！林爱卿，关中1月之期已到，畜牧养猪之策进展如何？回陛下，臣不负圣恩，已初见成效。哼，荒唐！老臣听闻林大人在关中天天围着猪圈转，耗费国库无数银子，如今空手儿还敢说初见成效，这是欺君之罪。王大人亲眼看见我空手而归了？谁不知道猪肉腥臊乃下等肉？你这不是糊弄是什么？那恐怕让王大人失望了。我不仅养活了，还养出了从未有过的肥猪。陛下，臣以新法猪与普通猪基数带回，就停在城外，还请陛下与诸位大人移步当场验证。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从哪个富庶州县买了几头壮猪回来充数？这些猪的耳朵上都打着关中县衙的特制官印，出生、防疫、喂养皆有记录。臣还特意带回了旧法养殖的病猪做对比，是真是假，拉出来溜溜便知。好，朕倒要看看这新法养出的猪到底有何不同。众爱卿，随朕出城。这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左边是用10来灰防疫服于金银花药汤去病，并用酒糟麸皮精细喂养的新法猪。猪长得膘肥体壮又如何？猪肉又腥又骚，哼，这是几百年的老理儿。林大人，你就是个厨子，难不成还能把这下等肉做成龙肉？那就当场尝尝看，是龙肉还是贱肉，一口便知。陛下，臣请当场验肉，若猪肉依旧腥臊难咽，便算林峰欺骗朝廷。准奏，朕亲自来挑。那就这头和这头。
臣就说这猪肉吃不得。这新法猪毫无腥臭，奇香无比，肥瘦相间，简直叫人欲罢不能。什么？啊！呸！又腥又柴，这也太难吃了。这不可能！新法养猪，圈舍干净，干湿分离，饲料用麸皮豆饼配酒糟，猪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肉质自然紧实。老大人服了吗？是老臣错怪林大人了，老臣认错。发封3月，以正效尤。陛下，这是臣在关中整理的畜牧方案细节，从猪仔选育到饲料配比，从一平防治到草场恢复，皆记录在册。传朕旨意，此畜牧方案即日起推广全国。林峰加封为御史大夫，正3品，另赐长安城东宅地1座。臣叩谢陛下隆恩。这当官怎么比我以前加班还累啊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躺平？关中畜牧事件已圆满解决，结算系统积分呈200，干属性点呈是10，当前积分余额310。感觉头脑更加清醒了。系统，打开商城。系统，兑换制衣大师技能。兑换成功，消耗60积分，剩余250积分。250，这数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房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为了我那宝贝女儿。前几日诗会，她因衣服寒酸被人笑话，哭了好几场，求我给她弄件好看的新裙子。可上服局的订单排到几个月后，长安成衣铺的精品也全被订空了。房大人，其实这件事，林大人，你不会连这事儿都有办法吧？爹，您到底帮我想到办法没有呀？我3天后怎么去赴长乐公主的宴会？难道还要穿着这件旧裙子去丢人吗？方相，若不嫌弃，这裙子我来做。你就是那个厨子御史林峰，我知道你做菜是一绝，可这是做女儿家的衣服，你连绣花针都没拿过吧？行与不行，3天后一试便知。我保证这件裙子绝对能让你在宴会上艳压群芳。本小姐就信你一次，3天后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林老弟，多谢你替我解围，我这就派人去江南加急调上好的成衣来。方相，我是真准备亲自动手给他做一件。你来真的？这女红制衣你真的能行吗？方相把心放肚子里，3天后等我的好消息。这双手掂过大勺，喂过病猪，确实没拿过绣花针。不过有了系统兑换的制衣大师技能，加上我作为一个现代人培养出来的超前审美，对付唐朝这些传统的款式，还不是妥妥的降维打击。在此之前，先去摸摸底，看看这当今长安城最新潮的女装潮流，到底是个什么水平。大唐女装的款式翻来覆去也就那几种，毫无新意。不过结合现代的审美和我心里的构想，这裙子的图纸已经有了。就这家吧，看着货挺全。公子快请进，咱们洲际布料最全的，后院就能直接做成衣。您想看点什么？把那匹月白色的云锦拿给我看看。公子好眼光，上好的苏杭云锦，30两银子一匹。你要给府上女眷做衣裳？现在量尺寸，我马上安排人做。不，我买了，不过借你们的后院工作间一用，我自己来。公子，不是老朽多嘴，这云锦料子金贵，您若是不懂行，一剪子做坏了，30两银子可就打水漂了。带路吧。那公子哥要买咱们的云锦，说要自己裁衣服。我看又是个有钱烧的公子哥，他恐怕连剪刀怎么拿都不顺手吧。制衣大师技能，开！完了，不划线就下刀，这步彻底废了。这是什么神仙刀法？他这手艺一刀都没多余的，这哪是人能剪出来的？老朽裁了30年衣服，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手法。
这分明是有备而来呀！老天爷呀，这剪裁，这花样，老朽做了30年的衣裳，从未见过如此巧夺天工的手艺。这才不到1个时辰啊！小姐，咱们出来够久了，家里该着急了，咱们早些回去吧。回什么回？本姑娘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，这长安城我还没逛够呢。咦，前面怎么那么热闹？围了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新奇玩意儿？天哪，这世上竟有如此绝美的衣裳！这件裙子我要了。公子，这裙子我也想要，您出个价，500两，不，800两。去，这是在我的铺子里做出来的，公子，我出1000两。诸位掌柜，承蒙厚爱，但这衣服真的不卖。慢着，这件裙子本小姐要了。喂，你这裙子多少钱？不管他们出多少，我都出2倍。长乐公主殿下，实在抱歉，这件衣服不卖。本公主这就被你认出来了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林峰。母后天天在我耳边夸你做饭好吃，没想到你连女子的衣服都会做。公主谬赞了，臣不过是闲来无事，随便做做。既然是你随便做的，那就卖给我呗，金银珠宝你随便开口。殿下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这衣服是臣特意替一位朋友做的。朋友？什么朋友比本公主的面子还大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这件。陛下三令五申，朝廷命官不得违规从商。臣若是收了您的钱，便是知法犯法。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臣被陛下治罪吧？你，哼，林峰，你给本公主等着，这事没完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平白无故把长公主给得罪了。天哪，这也太美了！这走线，这云纹蝶绣，你这是从哪个西域客山手里买来的？这是我自己做的。什么？你自己做的？林大人，你还会做衣服，比宫里上服具的手艺还要精湛100倍。随便做做而已，赶紧换上试试，不是要去诗会吗？我这身可是刚从苏杭运来的上等丝绸，花了100多两呢。哎呀，还是姐姐的眼光好，这材质果然极佳。这是什么料子？这绣工简直前所未见，太美了！若是能穿上这身裙子，长安城第一美人非我莫属。方一珠，你这裙子是不是林峰给你做的？是啊，公主殿下怎么知道？本公主昨天亲眼看他做出来的，想出高价买，他居然还不卖给我！什么？林峰？可是最近京城里风头正盛的那个厨子御史，他不是个做饭和养猪的吗？竟然能做出如此惊为天神的裙子！这可是林大人亲手为我量身定制的，千金不换。快，赶紧备车！我要带足银票去找林大人定制裙子，多少钱我都出。我也去，谁都别跟我抢！不好，这帮疯女人要是全跑去找林峰，本公主得排队排到什么时候去？回宫，立刻回宫！本公主现在就要去求父皇，就算是下圣旨，林峰也必须先给我做一件。
林峰啊，这几十份奏折全是京中王公贵族求你去给他们家女眷做件衣裳，朕这御书房都快成你的成衣铺子了。微臣只是帮房大人的千金随便做了件裙子，也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动静。父皇，您可得给我做主。那些大臣家属都能找林御史做衣服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林峰必须优先给我做一件，要比房一凤那件好看100倍。李直，别胡闹，林峰是朝廷3品大员，哪能专门给你当裁缝？我不管！父皇要是不答应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公主殿下，并非微臣不愿，只是我朝律法严明，官员不得从商。若只是1、2件，微臣就当赠礼。可现在百官都在求医，微臣若是收钱，便是知法犯法；若是不收钱，微臣怕是要累死在织布机前。父皇，难道我堂堂长乐公主连件好看的裙子都不配穿吗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朕准了还不行吗？林峰，朕今天就给你开个特例，特许你在长安城内经营衣铺，无需顾忌官员身份。陛下，这也行？好家伙，老李这也太宠女儿了吧！不过能光明正大赚钱，这波血赚啊！太好了，林峰，这是1000两银票，本公主预定你铺子里的第1件衣服，记住，必须艳压全场。公主放心，微臣保证让您成为长安城最耀眼的存在。特批是拿到了，可要从零开始招伙计买布料建铺子，那得累到猴年马月去。有了，长安城里那么多现成的衣铺老板，我出技术和图纸，他们出人力和场地，我稳坐模型几何，这不就是加盟店模式吗？各位掌柜，技术我出，衣服由你们手下的熟练女工来做，利润分红按契约来。林大人名震长安，能跟您合作，那是我们的福气。冷静点，别急，都有份儿。林峰，算你识相，这件本公主很满意。太美了，林大人，我也要定制，就要公主身上这种级别的。诸位小姐，铺子真没货了，从现在起只能采用预约制，大家排号。啊，这么多世家小姐，那得排多久啊？这位小姐，您已经是第503号了，估计得等上个把月。要等这么久？为了补偿各位排队的耐心，凡是今天预约了的，林某都送一份小礼物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竟比西域进贡的极品香囊还要好闻万倍。这叫香水，不用佩戴，只需在手腕、耳后滴上一滴，香气便能一整天不散。太神奇了！林大人，这香水卖多少钱？我要买10瓶。我买20瓶，多少银子你随便开。抱歉了诸位，这香水是我这2天随手做的，只是买衣服的赠品，概不单卖。啊，太可惜了。女人的购买力放在哪个朝代都一样恐怖啊！林大哥，林大人，老夫今日特带着小女前来登门拜谢。林大人，这是遗珠亲手缝制的荷包，请大人务必收下。还有这500两银子，是那件裙子的润笔费，大人一定要收下。方小姐，荷包我收了，这钱就算了，
我与房大人同聊一场，若是收了你的钱，房大人回去怕是要参我一个收付贿赂。林峰，刚才遗珠说这订单已经排到了500名开外，就算这店里绣娘没日没夜的赶工，怕也得做半年吧。5天？5天？5天做500件，就算请几十个老裁缝也来不及啊！不用几十个人，我这店里满打满算也就4个伙计。林峰，4个伙计5天出500件成衣，这怎么可能？除非他们是3头6臂的神仙。是神仙还是凡人？房大人，随我到后院一观便知。这是织布机，为何与老夫见过的完全不同？这是我改良后的飞梭织布机，他们不需要懂全套手艺，一人负责裁剪，一人负责缝合，效率提升100倍不止。奇迹，简直是神迹！林峰，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若此机推广至大唐万千农户家中，布帛产量将翻100倍，价格必将大跌。从此以后，哪怕是关中最穷苦的百姓，也能在寒冬穿上一身像样的棉衣。这事不能耽搁，走，跟我入宫见圣。爹，我的裙子还没拿呢。还拿什么裙子？这是关乎大唐国运的神器。玄灵说，这件衣服和你铺子里那几百件，都是你那什么织布机和4个伙计不到1天做出来的。回陛下，千真万确，臣改进了制衣工艺，4个人1天做100件不在话下，而且走线比最好的绣娘还要永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峰，你可真是一次比一次让朕惊喜啊！这织布机的工艺，你可愿意推广到全国？臣当然没有意见。陛下，如果将织布机建在靠水的地方，还能采用水力驱动，连人工都能省下大半。水力驱动，连人都不用了。没错，不过水力还受制于地形。臣心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构想，名为蒸汽机。蒸汽机？那又是何物？系统打开商城，兑换蒸汽机穿水图及制造要素。恭喜宿主兑换蒸汽机原理图及制造要义成功，消耗100积分，剩余积分150。蒸汽机便是用水烧开后产生的蒸汽作为动力，以机器代替人力，装载在铁车上制成蒸汽火车，便能日行千里，一次托运数10万斤货物。什么？日行千里，数10万斤粮草？若真有此等神物，大唐的铁骑岂不是能随时踏平四方？林峰，这蒸汽机朕交给你全权负责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不必向朕请示，你一定要给朕，不给大唐造出来。陛下，蒸汽机极其复杂，绝不是1天2天能造出来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朕明白，你放心大胆去做就行了。天塌下来，朕给你兜底。臣遵旨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边疆800里加急，边疆爆发大范围瘟疫，死伤无数。突厥杰利可汗亲率50万铁骑南下，已连破数城，扬言要马踏中原。陛下，边疆急报，云州突发大疫，波及整个州府，死伤百姓已逾10万。突厥杰利可汗趁火打劫，率50万铁骑，连破我大唐20座城池。传太医，将他扶下去，好生休养。50万铁骑，连破20城，众卿有何良策？陛下，臣以为应当立刻调集天下兵马，挥师北上，痛击突厥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兵不此举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你这叫什么话？难道任由突厥铁骑蹂躏我大唐子民？你以为老夫不想打？可拿什么打？突厥休养生息数十年，如今兵强马壮。反观我大唐，这几年先是旱灾，后是蝗灾，如今边疆又闹起疫病，国库早已空虚。如今去打一场举国之战，大唐的底子都要被打空了呀！户部尚书言之有理，此时开战，大唐危矣。陛下，君子不争一时之勇，臣以为应当先派使臣前去议和，徐徐图之，方为上策呀。那户部尚书倒是说说，朕要如何议和，才能让那吃人的50万突厥大军收手？陛下，杰利可汗此人最好女色，且极重颜面。若能以公主和亲，再奉上金银绸缎等重礼，彰显大唐诚意，
突厥军心毕泄，定会退兵。你要朕拿哪位公主去和亲？臣斗胆。长乐公主殿下若以和亲竭力可汗，必能平息刀戈。放肆！大唐的江山什么时候沦落到要靠一个女子的清白来换取苟延残喘了？难道朕真的要为了大唐委屈长乐吗？荒谬至极！陛下乃真龙天子九五之尊，大唐更是天朝上国，岂有泱泱大国向小国低头称臣、献女求和之理？林大夫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不和亲，难道你去挡那50万铁骑？我大唐男儿死绝了吗？要靠女人去求活？陛下，臣以为对待外物，唯有一句话：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哼，林大人，漂亮话谁不会说？天子守国门，那也得有兵去守。你倒是拿出个切实的解决方案来呀！林峰，你这10个字，着实说到了朕的心底。可大唐如今刚逢灾害，国力实在经不起50万大军的折腾了。敢问尚书大人，国库还能调动起多少兵马？连番天灾加瘟疫，国库早已见底，勉强挤一挤，最多只能调动10万大军。区10万疲惫之师，如何去抗衡突厥50万如狼似虎的铁骑？简直是天方夜谭！恭喜宿主兑换碎发枪及手雷全套制造图纸成功，消耗120积分，剩余积分30。10万大军，够了。陛下，调动10万大军还是太劳民伤财了。您只需给臣5万大军，足矣。此起彼伏！你简直是疯了！5万对50万，你这是带着我大唐男儿去送死！林峰，朕虽然信你，但这绝非儿戏。10倍的人数悬殊，你何以取胜？陛下，兵不贵多而贵精，更何况微臣已经想好了一种秘密武器，莫说他50万，就是100万，也叫他有来无回。是何武器？此物名为枪，还有手雷。积分花的肉头只剩30了，不过只要这批火器造出来打退突厥，系统精算的积分和属性点肯定少不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一根中空的铁管子，加上几块木头，毫无锋刃，这也能杀敌？林峰，这究竟有何用处？这叫木枪，一息之间能射出数十发的机枪，只需扣中击过，便能在100步之外轻易击碎敌人的重甲，取其性命。至于这个铁疙瘩，名为手雷，将其扔进敌阵，落地瞬间便会爆发出极大的威力，方圆10米之内，无论人马，必死无疑。一派胡言！天下间怎会有如此荒谬的武器？林大人，您莫不是在关中养猪养昏了头，跑来朝堂上寻开心了？林峰，军国大事绝非儿戏。你说的这枪和手雷，当真有这般威力？陛下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臣斗胆请陛下降旨，给臣1天时间。明日此时，演武场上，臣亲自向陛下和诸位大人演示这新式武器。哼，林峰，1天能做出什么神兵利器来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在嘴硬。就是1天时间，怕是连把像样的横刀都打不出来。都给朕闭嘴！既然林爱卿有此把握，朕就信你一次。明日演武场，朕要亲眼看看你的手段。退朝！林峰，现在没有外人，你给朕交个底。你说的东西1天时间到底能不能做出来？若是做不出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陛下放心，臣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不过臣需要工部全力配合，任何人不得违抗臣的调度。好，朕即刻下旨，工部上下无条件听你差遣。这里的尺寸再精细一点，卡弓的韧性必须拉满，绝对不能出错。成了，有了这东西，突厥的50万铁骑
就是活靶子。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收场。等下若是拿出一堆破铜烂铁，老夫定要参他一本，治他个欺君之罪。林峰，这便是你造出来的枪和手雷，回陛下。正是。这烧火棍一样的东西能是武器，真是荒谬！花里胡哨，林大人，要是这东西连头羊都杀不死，达不到你昨日夸下的海口，那你可就大难临头了。陛下，请看100米外。诸位大人，看好了！林大人，这就是你说的神器，连个木头人都推不倒，毫无威力可言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我看这声响倒是挺大，适合过年听个响儿。陛下，威力如何？拿近了一看便知。来人，把木人抬过来。快把铠甲扒下来！穿透了铁甲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天爷，这等威力，若是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，有此等威力，突厥的皮甲算得了什么？若是全军配备，突厥士兵岂不是连一面之敌都算不上？这等暗器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还没完呢。全都蹲下，捂住耳朵！老天爷啊，这是天雷下凡吗？粉身碎骨，真正的粉身碎骨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了这2件神器，区区50万铁骑简直不堪一击。你们谁还有异议？工部尚书何在？微臣在。朕命你集结工部所有能工秒将，全力赶制步枪和手雷。朕只给你10天时间，10天后朕必须看到5万把步枪，10万颗手雷。若有延误，提头来见。臣领旨。都退下吧，林峰留下。林峰，你可真是朕的福星，短短1天竟能造出这等夺天地造化的神器。说了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加官进爵，还是金银珠宝？陛下，臣不要金银，也不要加官进爵，臣只有一个请求。你且说来听听。臣恳请陛下准许，让臣带军参战，亲自抗击突厥。好小子，有胆识！这神器是你造出来的，这驱逐鞑子的旷世功劳，自然就得由你林峰来拿。朕准了。臣谢主隆恩。林峰，这支精锐，朕就交给你了。去告诉突厥人，犯我大唐者，虽远必诛。臣定不辱使命，全军听令，下放武器。这就是传说中能百步穿杨的神器，有了它，定叫那突厥狗贼有来无回。目标边疆，全军出击！李世民，你这缩头乌龟，终于敢露面了！你休要猖狂，拿无辜百姓泄愤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英雄好汉，我只知道成王败寇，本函数3个数。你若再不开城门投降，这些人全都要给你们大唐陪葬。陛下，千万别开城门，别管我们！老东西，闭嘴！3，畜生！2，竭力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定要你拿命来偿！林峰，现在就动手，这样他们死无葬身之地！陛下息怒，再等等。还等什么？难道看着我大唐子民被他们屠戮？
距离太远，手雷无法发挥最大威力。等他们攻城，我要把他们彻底葬送在城墙下。好，朕听你的。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哼！既然你们找死，本行就成全你们。全军听令，给本行攻城。破城之后3日不封刀。地狱的门已经为你们敞开了。李世民，你们大唐的人是被吓破胆了吗？连一支箭都不敢放。林峰，贼军都要上墙了，再不出手就晚了。就是现在，全军开火！给死去的乡亲们报仇！杀！这是什么暗器？经铁铠甲竟然被直接打穿了！可汗，上万名先锋军全军覆没了，根本冲不上去，快撤吧！撤！连工程车和云梯都不要了，全军后退！想跑？哪有这么容易？点火！唐升天发怒了，这是天降神罚，快逃命啊！林峰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李世民、林峰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日之仇，我竭力迟早要你们血债血偿！全军撤军！我们打退突厥了！真是太痛快了！一往无前的突厥铁骑，面对这小小的步枪和手雷，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。这只是个开始。林峰，一波打退突厥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当然是趁势追击，穷寇莫追。突厥50万大军，哪怕损失了5万，还有45万之众，贸然出城，恐生变故。陛下放心，臣早有打算。不知陛下可敢与臣一同前去？有何不敢？来人，点齐1万坚兵，随朕出城！5万精锐呀！连大唐的城墙都没摸到，就这么全没了！可汗息怒，大唐的火器实在太可怕了，将士们连敌人的面都没看清就倒下了。剩下的40多万大军里，大半都是负责辎重后勤的，真正能打仗的不过10几万。现在这10几万也被那一幕吓破了胆。若是找不到对抗那神奇武器的办法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怎么回事？可汗小心！原来你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。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幕，提前派人埋伏在我的扎营地了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可汗退兵必经此地，自然要为您备一份厚礼。启禀陛下，林大人，营内顽抗的突厥士兵已全部清理干净。我认输，但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我突厥铁骑纵横草原，怎么会败得如此彻底？你用的到底是什么妖术武器？这不是妖术，我用的武器叫枪和手榴弹。枪、手榴弹，就算这2样东西威力惊人，可你唐军只有区5万，凭什么能胜我50万大军？可汗，时代变了，战争的胜负
靠的从来不是人数多寡，而是谁的装备更先进。在绝对的火力面前，人数不过是个一戳就破的笑话罢了。竭力以死，大唐万圣！大唐万圣！大唐万圣！宿主成功完成抗击突厥重大事件，获得系统积分乘500，当前积分余额830。830，20点属性点，这仗打得值。属性分配：智力+4，体力+5，精神力+4，感知+4，亲和力+3。当前属性：智力91，体力79，精神力78，感知83，亲和力77。剩余属性点0。智力91了，快破100了。体力79，以后起码打仗跑个几天几夜都不带喘的。照这个攒法，离终极躺平变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林芳，这一战的头功非你莫属，若无你的神器，大唐危矣。等回了长安，朕定要重重的赏你。陛下，赏赐的事不急于一时。突厥大患已除，你还有何顾虑？突厥的危机虽然解除了，但边疆的瘟疫还在，若不尽早控制，死伤的百姓恐怕比这场战争还要多。你说的不错，可这瘟疫如洪水猛兽，药石无医，连太医院的御医们束手无策，又该如何解除？林峰，这瘟疫来势汹汹，比突厥的铁骑还要可怕。你方才说的那个疫苗，当真能解此死局？陛下，您就把这疫苗当成是给身体穿上的一层软甲，只要穿上了，那些看不见的瘟神就伤不了百姓分毫。竟有如此神物，那要多久才能弄出来？若我推断不错，片刻时间足矣。不过咱们得先去最严重地方看一眼，确认一下这位老朋友的身份。我问你，那些染病的百姓身上可是先起红点，随后变成水泡，最后结痂？回大人，正是如此，且发病极快，一人染病，全家难逃。果然是天荒。陛下，咱们去韩泉县。陛下不可！韩泉县已成死地，万金之躯绝不能以身试险啊！朕乃万民之主，百姓在受难，朕岂能缩在营帐里？朕相信林峰，出发。昔日繁华边陲，竟落得如此人间地狱，朕心如刀绞。微臣参见陛下，臣无能，让百姓受苦了。县令不必多礼，我且问你，这县里养牛的农户都在何处？养牛户？出城往西有一片牧场，大人去那里做啥？别废话，带路。这怎么可能？周边牧民尽数染病，为何唯独他们一家毫发无损？真是奇了。臣记得隔壁养羊的王大壮前天就断气儿了。陛下，答案就在这些牛身上。这些畜生，正是，便是咱们赢下这场瘟疫之战的关键。林峰，为何这满县百姓皆染瘟疫，唯独这几户养牛的人家竟能安然无恙？回老李，因为他们整日与牛接触，牛身上会出一种痘，人传染了牛痘，这身子便有了抗体，从此天花不侵。牛身上的痘，林大人，这简直闻所未闻！那畜生的病，难道还能救人的命？老乡，你家小儿子身上可有牛痘？关老爷，有的，那娃儿前几天刚染上。把孩子带出来，赏银100两。老李，看好了。忍着点儿，这是救命的方子。林峰，就这轻轻一划，再煮点畜生的脓水，当真能治这要命的瘟疫？老李，这叫重构法，只需7天，我保他生龙活虎。把他带下去，好生照料，每天观察记录，如实禀报。如何？身上发热，像是有火在烧。看，他身上长出红斑了，但这精神劲儿似乎比昨日强了些。陛下，草民觉得身上不疼了，也有力气了。你好了？回皇上，草民全好了，林大人真是活神仙转世啊！林峰，
仅仅5天，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的绝症，你竟用1根针就给破了。老李，这只是开始。陈林峰请命，立刻制作疫苗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豆法。哈哈哈哈哈！准奏，朕要让这天下子民从此再无天花之苦。天花绝迹，边疆重获新生。林峰，朕以前觉得这江山是靠朕一拳一脚打出来的，现在看来，若是没你，朕这皇帝怕是早被这瘟疫和突厥折腾疯了。老李，你这就见外了。当初你进我那小店儿，我就说要给你开导开导。再说了，你一上来就给我个4品官，我不拿出点真本事，怕是得被你那些御史给喷死。哈哈哈，4品，回京之后，朕看谁还敢拿你的官位说事。那咱可说好了，回京后先让我歇2天，这没日没夜的研发疫苗，我这腰都快折了。传朕旨意，班师回朝。恭迎陛下，恭迎林大人。林大人是神仙下凡，救了咱们的命啊！此一去，平突厥，灭瘟疫，林大人真乃奇人也。大唐之幸，社稷之幸。这阵仗，怕是回京后更没法躺平了。系统给的任务越来越离谱了。昔日朕为秦王时，曾任尚书令。自朕登基，此位空知20余年，只因朕觉得朝中无人能担此重任。林飞，臣在。你立下不世奇功，救万民于水火，安社稷于动荡。今日朕破格下旨，拜你为尚书令加赵王爵，开府建衙。陛下，尚书令位极人臣，且林大人已获封王爵，这是否赏赐过重？尔等若能灭突厥50万铁骑，能瞬息间解万世之瘟疫，朕也封你为王。陛下圣明，赵王千岁。尚书令，赵王，这下彻底成了老李的首席打工人了。陛下圣明。陈林峰领旨谢恩。林爱卿，这天下的大业，朕交给你了。老李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过当官不是目的，让大唐改头换面才是正事。诸位请看，这叫蒸汽机，是开启新时代只有的钥匙。未来还会有日行千里的火车，更有不需要容力便能织布万匹的机器。林大人，这铁疙瘩当真能动？不仅能动，还能带大唐走向星辰大海。我们要让这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向大唐俯首称臣。陛下圣明，英王圣明。林峰，朕这辈子最得意的，不是玄武门，而是那天进了你的小店。老李，大唐现在很美，你可以放心去看了。好。系统，终极任务完成了，这下我总能安心躺平了吧？这波真是不亏。